苦楚之战第1章邂逅护航线第6集，心心相印在去杭州广爱医院的路上。严宝辉还没有和陌生男子单独出行过，不过徐永道不完全算陌生人，他们不期而遇了2次，并且昨天已在火车上得知他是自己中学好友林木恩的哥哥林浩恩的朋友。严宝辉深知林家的家风，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推断林浩恩的朋友人品应该可靠，大白天搭徐永道的车去广爱医院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心想搭他的车就当一次冒险之旅，即便有何不测，主会保守我。他吃块点心，喝几口茶，用手帕擦嘴唇，轻声说：许先生，若不太给您添麻烦，就搭您一次顺风车吧。多谢严小姐给我行善的机会，他说。许先生不愧是教官，很会说话，他说。徐永道帮严宝辉拿东西，领他到吉普车前，打开副驾驶车门，说：严小姐请先上车，我换衣服马上回来。他上车坐副驾驶位置，他从车里取出军装，走到车后换衣服时，严宝辉从手提包里取出小镜子、小梳子，把头发梳理整齐。徐永道脱下西服，换上军装，跳进车内，一眼瞥见绣着小女孩图案的燕麦黄亚麻布包，说：徐小姐，这亚麻布包能不能给我看看？他把包递给他，他端详片刻，说：包上绣的女孩很像您。当他看到亚麻布包另一面绣着 Blessed Esther 1935，又看绣小女孩的这一面，数了数女孩头上花冠的百合花，正好24朵。我猜这刺绣图案有特别意义。Esther 是您的英文名吗？他问。是的，他答。严小姐，可称呼您 Esther 吗？他问。在中国还是叫中文名吧，他答。我可叫您宝慧吗？他问。可以。为平等故，您也应该称我为永道，他说。徐教官，您不愧是轰炸机教官，善于攻城略地，会步步紧逼，他说。只是建议称我什么皆随汝意。我猜宝慧今年方龄25，比我年幼4岁。他迅速转换话题。我佩服徐教官的情报能力，看一眼百合花树木就知我的年龄。徐教官，您知道的，问女人年龄在西方是不礼貌的。宝慧，我知道，请原谅。你知道我喜欢什么花吗？他问。不知道。百合花。为什么？百合花纯洁芬芳，素白淡雅，无论身在山谷或被经济环顾，都不媚不俗，绽放自如。他手完发动汽车，不再言语。这番话令宝慧心里一阵激动。百合花是他最喜欢的花，小时候常见妈妈严师母在花瓶里插百合花。他从旧约圣经知道，大卫王之子所罗门王为耶和华神建造的圣殿前面2根铜柱顶端刻的花就是百合花。耶稣在
新约马太福音说，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野地里的一朵百合花。128事变后，父母被日军炸死，他觉得自己就是野地里的百合花，除了依赖主，他已无依无靠。刚才他说他最喜欢百合花，这是巧合吗？主派他来呵护他这朵野地里的百合花吗？此时此刻，他还不想跟他说，百合花也是他自己最喜欢的花，也不想说自以为是野地里的百合花。在他看来，军装徐永道比刚才西装时更显刚阳之气，使他想起昨天在火车上的他。以前他从未和军人打过交道，更没有单独和军人乘坐一部车的经历。他看着眼前手握方向盘的他，心想，他穿西服像学者，穿军服像军人。哦，当然他就是军人。他还喜欢花，而且是百合花，喜欢的理由也跟我一样。刚才在婚宴上，他说起他的家世，他的留法生活，他对法国文学的兴趣，他爱游泳，爱踢足球，还谈到他驾机飞翔时的感受。他说，当我在云端之上，仰望清澈宽广的天空，俯视广袤宁静的大地，看不见地上芸芸众生，蝇营狗苟，听不到鸟鸣聒噪可谓之人言。云端之上看世界，舒畅透亮。他竭力争取短时间内让他了解他。婚宴时不断找话题与他攀谈，错过美食，胃没有得饱足，心却满足了。严宝慧与他的意外重逢，还有这几小时的相处，体会到从未有过的情感。这种情感令宝慧觉得生命的美好宽广，他的陪伴带给他安全感，这种安全感似乎就是他祈祷的那种，给他一个家的丈夫能带来的安全感。刚才他从燕麦黄亚麻布包绣的百合花猜到他的年龄和英文名，从英文名开始，对他的称呼从严小姐改为宝慧，迅速拉近与他的关系。徐永道边开车边打破沉寂，说，看，我的车技不亚于开飞机。宝慧微笑着保持沉默。他与他单独在疾驶的吉普车里，两人都思绪万千。在海外漂泊6年，自己一直引之形单，如今突然间身边冒出一位英武军官，带他行驶在一条从未走过的路上。昨天同一个他在沪杭线火车上与他从上海同行到笕桥，旅途一路上有佳偶相伴，真好。他心想，隐隐约约他感到眼前幸福，如梦如幻。在婚宴上他对他滔滔不绝，此时却沉默寡言。就问他，怎么不说话了？刚才说的太多，现在想听你说。他说，想听我说什么？你的故事。宝慧闭目低头，默祷片刻，然后他用平静的语气，好像在讲别人的故事，说起亚麻布包上绣的那个带24朵百合花的小女孩。听完她的身世，心里确信，这位小女孩就是他祈祷期待的那位佳偶。她的身世，他讲身世时超然的样子，激起他英雄救美的冲动。他定义要当他的保护者，他认定他就是他要珍爱一生的那朵百合花。昨天在火车上，他看到他心有所动，只是肤浅好感。现在
他有内心感动，要保护他一生，给他一个家。他继续开车，开着开着，减慢车速，把车停到路边，转过身来，伸出双臂，忽然紧紧抱住他。这一举动来得意外又迅速，让宝慧来不及反应，就落入他怀中。他能听到他的心跳。这突如其来的拥抱带给他从未有过的幸福温暖，但他还是迅速挣脱他的怀抱，回到起初的位置，低头不语。徐永道也回到起初的位置，双手放在方向盘上，低头沉思。过了几分钟，他转过身来，神态郑重，语气严肃说：宝慧，请让我陪伴你，保护你一生，好吗？陪伴，保护，正是孤单的他现在最渴望的。你怎样陪伴我，保护我？他问。用我的生命，用爱、责任陪伴你，保护你。他转身握住他的手，对他说。他没有缩手，低头不语，思绪翻腾。这一切太突然，他所祈祷的人生伴侣，难道就是这样从天而降？他忽然想起昨天在火车上读《悲惨世界》，孤女科赛特的童年遭遇，想起自己的孤女身世，情不自禁流泪，幸福感恩的泪。他比科赛特幸运，童年没受磨难，有充满爱心的严牧师夫妇养育他，生活在温暖的家，受良好的教育，得到去美国留学的机会。如今刚回国就遇到要陪伴他、保护他一生的人。眼前的他除了军人身份是他未曾期待的，他身上其他特质完全契合他希冀中的夫君。祈祷的力量真不可思议，他心里说。看到他流泪，永道紧张地问：宝慧为什么流泪？他边说边从上衣口袋掏出白色手帕，轻轻为他擦泪。这条手帕就是昨天他边跟火车跑边在手中挥舞的那条。我想起《悲惨世界》里的科赛特，还有我自己的身世，他说。永道没说话，伸出双臂把他紧紧拥在怀里。宝慧没有挣脱，静静地靠在他胸前，流着泪。过一会儿，宝慧抬起头说：咱们快赶路吧。一路上二人没再说话，在无声的默契中享受彼此的陪伴。今天就到这里了，多谢各位的收听收看。